孤望言之，故听之。豆棚瓜架雨如丝，料因燕作人间语。爱听秋坟鬼唱时。几句定场诗，咱们接着说说《聊斋》。我是说书人 K， 欢迎您来到杂学咖啡馆。在今天的社会，一提起狐狸精，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词。确实，在基督教文化和东亚文化中，狐狸精多属贬义。狐狸精意味着美丽和欺骗，意味着对传统道德的背叛。中国人习惯把淫荡迷人的女人叫狐狸精，狐狸精也是中国小说惯用的题材。传统观念认为，狐是妖兽，是狡猾的动物，狐狸精化为美女蛊惑男子，吸人精气，采阳补阴。战国时的《山海经》写幽都山玄狐是阳界英雄的克星。六朝小说把雌狐精叫阿紫，称其专门迷惑男子。玄中记说，狐狸修炼到50岁能变化成女人，到100岁能变成美女，可以未卜先知，蛊惑人心，使人迷失心智。截至宋代的《太平广记》写狐狸精的文言短篇小说有83篇。在前人小说里，狐狸精的最大特点是害人，使人健康受损，丧失理智，甚至生命。狐狸精的坏名声多半来自《封神演义》，妲己狐媚害人毁国的故事广为流传。在中国古代的著作中，类似的描写不计其数，而《聊斋志异》则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写法，塑造了多彩多姿的狐狸精形象。在蒲松龄的笔下，既有美丽迷人、智谋超群的狐狸精美女群像，又有运筹帷幄、成贪智虐的狐叟、狐书生行乐图。作者在狐狸精故事中寄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哲理思考。也许您还没有来得及通读《聊斋》的全文，下面就由我来简单分享几位经典的狐狸精形象。第一位，娇挪，一个娇波流慧、细柳生姿、纯如水晶的阳光女孩。她用狐狸精修炼的红丸治病救人，跟圣人后羿孔生既非夫妇亦非情人，却心灵相通。必要时能为对方献出自己的生命，体现出男女间情深意重却与性无关的第4种感情。下一位是英宁，一个爱花爱笑的狐女，有一种道家式的超然境界。蒲松龄称笑以呼我英宁。在中国古代文学中，林黛玉的哭和英宁的笑都是最美的。英宁把古代女子不能笑、不敢笑、不会笑的一切陈规打破了。她爱花成癖，是王母御花园里被贬到人世的仙葩。下一位，小翠，兼具貂蝉的面貌和孔明的心智。仙品的狐女来到了人间，替母亲报恩，报得圆满有趣。她陪傻丈夫傻玩疯闹，玩闹着把公爹的宿敌玩倒。她略施小计，将傻丈夫变成俊男。王公大臣的智慧和心灵在颠覆跟前相形见绌。下一位，阿秀，她冒民间少女阿秀之名跟刘子固相会，不为鸠占鹊巢，只为追求前世已在追求的美。通过刘子固的误认，判断自己有没有将美修炼成功。她宽宏大量，与人为善，在追求形体美的过程中造就了心灵美。下一位，丫头，一个被逼做妓女的狐狸精，坚决拒绝前门迎新后门送旧的糜烂生活，忠于自主选择的爱情，机智地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与爱人私奔。被保姆抓回后受尽鞭挞，仍矢志不移。蒲松龄甚至将这个地位卑贱的狐妓跟唐代名臣魏征并列。还有一位红玉，被冯生父亲轰走的红玉并没有一走了之，而是帮冯生娶下美妻。冯家遭受塌天大祸，红玉又回到冯生身边，帮他重振家业。他头脑冷静，智谋超群，被大文学家王士祯看成狐一侠。像搜孤救孤的程婴、公孙杵臼那样侠肝义胆的人物，很少能从女性中找到，何况狐仙。最后一位，辛十四娘，亭亭玉立的红袖少女，因鬼郡君乱点鸳鸯谱来到人间。在风雨如磐的社会，辛十四娘如大将临敌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巧治强横势力，救助轻狂男人，而后功成身退，明哲保身。蒲松龄把她看成湖中仙。在蒲松龄的妙笔下，这样多彩的人物形象实在太多，还包括冷静地掌握自身命运，从低贱的丫鬟变身诰命夫人的青梅。
还有青凤、莲香、顺华、风三娘、胡四姐，她们各有各的勾魂故事，且同样摇曳多姿。聊斋里的狐狸精思想开放，富有活力，行为豁达，不受封建礼法约束，既用迷人风采吸引男人眼球，又充满独立意识和舍己精神。想爱就主动的爱，想恨就大胆的恨，想和就义无反顾的和，不想和就拂袖而去。他们是处理难题的能手，靠聪明的才智在社会安身立命，活得自在潇洒，不做男人的附庸。既能在男人受难时相救，也能像武孝廉中的狐女那样，把负心汉押上道德的法庭。在聊斋中，除了狐女之外，还有很多男狐的存在，他们往往承载着更广泛的社会批判意蕴。有学问且富于阅历的狐叟，有时是非常有派头、讲究家教的封建家长，比如青凤里棒打鸳鸯的叔叔。狐叟还经常担任人间善恶的判断者。九山王中遭受灭族之祸的老狐狸，是一位优秀的人类心理分析师。他从李秀才对毫无仇怨的狐狸全家下狠手一事，看出他方寸之间已有道根，于是处心积虑让道根生根发芽，登峰造极，令其成了造反的九山王，最终给李秀才带来灭族之祸。在遵化蜀狐中，官员杀害群狐，狐叟用揭发他的贪污行为来巧妙报复。还有王子安里的狐狸精，则调侃了利欲熏心的书生。无论您心里的狐狸精形象如何，都强烈推荐您能有时间通读《聊斋》，里面的狐女、狐叟个个神采飞扬，实在是好看极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并请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